末世之前，男友重生了，他疯狂囤货，只等末世来临，带着小三吃香喝辣。但末世没来，因为我也重生了，把末世的消息上报了国家，和亲海晏，天下太平。而男友倾家荡产，被高利贷追杀。前世，男友和小三为了逃命，把我推进丧尸群里，看着他们劫后余生的笑容，我强忍被啃咬的剧痛，拼尽最后一丝意识，一个箭步冲出丧尸群，奋力追上他们，一人啃了一口。于是，我们成了面面相觑的3个丧尸。窗外一声惊雷，我骤然清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卧室的大床上，温暖、柔软、安全。难道是做了噩梦？我心有余悸地摸了摸脖子，那里仿佛还残留着被丧尸撕咬的剧痛。手机却忽然响起来，来电显示陆明轩，我的男友。我接了起来，小雨，我们再商量一下彩礼的事吧，18万8实在太多了。我心里一突，梦里也有这么一茬。陆明轩说他家实在拿不出那么多钱，彩礼能不能改成8万8？难道那不是噩梦？我真的被陆明轩害死了，然后又重生回来。我家实在拿不出那么多钱，彩礼能不能不要了？我们裸婚怎么样？我心里顿时警铃大作，这个说辞和前世不一样，难道说他也重生了？我说好吧，彩礼什么的不重要，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好就行了。和上辈子的回答一字不差，主打一个谨慎。上辈子我俩可是过命的交情了，互相恨不得捅死对方，万一被他发现我重生了，我不想节外生枝。陆明轩听到熟悉的回答，似乎松了口气，和我你侬我侬了2句，然后挂断了电话。我连忙打开日历，看了眼日期，末世到来的3天前。时间紧迫，我立即切进浏览器，搜索了关于发热病人的新闻，一目十行的看完，然后从衣柜里找出一身长风衣、口罩、鸭舌帽，全副武装的来到一个公用电话亭，投入1枚硬币，拨通了110。喂，我要报警，有人疑似吸毒贩毒。警方果然重视起来，仔细询问了人员的详细情况。我凭借极佳的记忆力回想起本市的重大典型病例：金苑小区19栋的李国强。李国强是一名朝9晚10的程序员，丧尸病毒前期病情轻微，他以为是小感冒，没有理会。丧尸病毒后期开始引发头疼脑热、腰酸背痛、眩晕迟钝，他以为是加班加的，没当回事。直到那晚，他在家突然倒地不起，七窍流血，妻子连忙叫了救护车，他却突然暴起，一口咬断他的脖子。他爸妈哭嚎着扑上去阻拦，邻居听到惨叫声打电话报警，然而赶来的医生和警察无一幸免。起初，人们以为这只是一则不幸的新闻，直到病毒接二连三的爆发，将每个人都牵涉其中。警方认真记下线索，我提醒道，毒贩可能携带艾滋，一定要做好防护。吸毒致幻，攻击性强，最好用手铐、警绳限制其行动。接线员小姐姐笑了笑，说他们知道，会注意的，然后询问我的姓名、联系方式。我支吾了一下，说热心市民。报完警，我匆匆去了趟超市，虽然上报了国家，但谨慎起见，我打算做2手准备，买些必要的物资。路上，我给爸妈打了个电话，嘱咐他们多囤点吃的用的，这2天少出门。他们住在乡下，家里有菜园子，我倒是不太担心，反而是大城市靠外卖生活的我比较容易饿死。我查了下银行卡余额，还剩1万多，抠搜一点够活几个月了。我在超市挑挑拣拣，买了20斤冻肉，再多了冰箱也放不下。鸡蛋买了几打，可以常温储存1个月。蔬菜几斤，反正放不了半个月就坏了，买多了没用。水果也容易坏，只买了几斤橘子，剩下都买了柚子和苹果这种耐储存的。米、面、豆、油这些倒是可以多买点，但是我的出租屋才10几平，买多了放不下，就只买了几十斤。然后买了些肉罐头、压缩饼干、方便面、矿泉水、调味料、奶粉、豆浆粉。我还想买点自热米饭，但这玩意太贵了，性价比不高，不如多吃点菜。扭头又去扫荡了卫生纸、卫生巾、牙膏、充电宝等等，以防万一和丧尸搏斗。我又买了头盔、加厚雨衣、塑胶手套、菜刀。结账时，收银小妹笑着问，买这么多，末世囤货呢？我点头，对，你也囤点吧。最后总金额9000多，还好没超出预算。我拿出手机扫码，结果叮的一声，冰冷的电子音大声播报，您的余额不足。收银小妹怀疑地看向我，我冷汗下来了，赶紧查看银行卡的消息，发现半小时前银行卡支出11290元，余额0.23元，是陆明轩。我满心怒火，立即打他的电话，占线，占线，还是占线。后面排队结账的人开始骚动，不停催促我，我急得团团转。突然微信弹出一条消息，闺蜜约我吃火锅，我抓住救命稻草，连忙问她能不能借我1万块钱。闺蜜二话不说，秒转账，我立即收款，扫码结账。收银小妹恢复笑容，问我需不需要送货上门。我点头，报出了闺蜜的地址，有惊无险的办完，我松了口气。手机忽然响起来，我以为是陆明轩回了电话，正准备破口大骂，没想到是闺蜜的视频通话。她笑嘻嘻说，刚刚忘了验证是不是本人了，你说公主请转账。再次见到她鲜活漂亮的脸，我眼睛一酸，落下泪来。
前世丧尸爆发，闺蜜没有存粮，活活饿死了，让你叫声公主，不至于气哭吧？闺蜜风中凌乱，我2下擦干眼泪，骂道。转完钱才想起来验证，你是不是缺心眼？我买了东西到你家，先回去收拾，最近住你那。闺蜜看着屋外堆成小山的东西，嘴张成 O 型，咱这又要封城了。我吭哧吭哧把东西搬进屋里，对，你也别闲着，帮我倒杯水。我们把物资分类放好，肉放进冷冻，蔬菜用保鲜膜包好放进冷藏，1个多小时才弄完，饿得肚子咕咕叫。闺蜜拉着我去吃火锅，冒着热气的红油火锅，翻腾着肥牛、肥羊、鸭血、鱼丸，这是我在末世忍饥挨饿几个月后吃的第1顿饱饭，我吃得热泪盈眶。饭后，闺蜜去逛街买东西，我从包里掏出口罩和鸭舌帽，再次来到了电话亭前。喂，你好，我是热心市民。电话里静了片刻，接线员小姐姐的声音被切掉，换成了一个威严的男声。是你，李国强发生了可疑的病变，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一种烈性传染病病毒，可以突破蟹脑屏障，影响中枢神经，控制人体啃食活物，通过唾液将病毒传播下去。他们没有痛觉，破坏力极强，唯一的弱点是大脑。李国强不是个例，很多人处于潜伏期，和正常人一样，通勤、上班、上学、就餐、出游，一旦突然发病，引起人群恐慌暴乱，大规模传染，后果不堪设想。对方声音严肃，我们会加强管控。我说，常规的管控不会起作用的，这不是普通的传染病，而是诱导人吃人的病毒。对方宽和安抚，我们理解您的担忧，但滨江市是全国的经济命脉。我急切道，今晚金桂园、碧水湾、帝景豪庭会有人发病，明天第3中学、市立中心医院、银丰大厦、经管大学、工程大学陆续小规模爆发，明晚地铁2号线、5号线、8号线全面大规模爆发，后天全市沦陷，3日后全国沦为地狱。对方沉默了一下，然后说，感谢你提供的信息，我们会进行核实。打完电话，我心事重重，路过药店，又顺路买了一些常用药和维生素片，用光了微信的几百块余额。回家后，我打开电脑，在各大网站发了末世预警的帖子，详细讲述了在办公楼、超市、地铁、小区、家里等地点遭遇丧尸的防范措施，还列了居家防护需要的物资清单。发布半小时，阅读量21，毫无水花。我悻悻去洗澡，闺蜜家的浴缸正对她爱豆搔首弄姿的海报，我在海报的注视下，硬着头皮洗了洗，10分钟就迅速出浴。闺蜜大包小裹的回来，我买了可乐、薯片、酸奶、咖啡、冰淇淋、肉和菜等楼长团购，吃新鲜的。我裹头发的手一顿，楼长，对呀，上次封城全靠楼长买菜。闺蜜掏出手机给我看聊天记录，七栋1202闺蜜七栋楼长，听说要封城了，能不能买点吃的？七栋楼长，没收到这个消息，你从哪里听说的？七栋501又要抢菜，我还在加班呢，抢不上啊。七栋1202闺蜜，没事，我家够吃几个月的，到时候分你点。七栋501富婆贴贴，9栋403富婆贴贴，4栋902富婆贴贴。我呼吸一滞，前世陆明轩和小三在家偷偷煮方便面，香味飘到楼下，招来好几波骚扰，甚至有人拿锤子砸破窗户闯进来，就为了一口吃的。很多人不是死在丧尸的嘴下，而是死在饿红了眼的暴徒手里。现在全小区都知道我们家有大量食物，我心梗了。闺蜜眼巴巴瞅着我。对了，小雨，封城的消息你是从哪知道的？网上说的。我打开帖子给她看，很好，现在阅读量24了。闺蜜姓演员征，生化危机，真的假的？真的。我再次心梗，但是没人看，也没人信。闺蜜眨眨眼，买水军啊。我用闺蜜的追星大号买了一波水军，投放在一个偷拍视频的评论区里。画面里，一男子突发恶疾，暴起伤人，被警方及医护人员及时控制。男人血盆大口，形状恐怖，看起来好像丧尸啊，和电影里一模一样。众所周知，当你发现了一只丧尸的时候，实际上好恐怖，明天我不敢上班了。大家还是多囤点菜，减少出门吧。我满意的看着水军们在评论区里营造的虚假热度，然后在闺蜜的指点下又买了个推广，很多真路人点了进来，这明显是嘻嗨了吧？还真有人信丧尸啊。说吧，这次是卖什么？蔬菜滞销，帮帮我们。为了促进消费，他们真的，我哭死。看定位，市医院尿检，实锤。帖子的热度起来了，水军孜孜不倦洗脑，路人好奇的点进来，甚至还有卖片的、算命的、卖药的、求捐款的进来浑水摸鱼，热闹非凡。忽然有人说，卧槽，金桂园有个跟他一模一样的，现在被警察拷在救护车上带走了。加一，帝景豪庭也有，我刚在小区群看见，刷到个末世预警贴，
帖子描述的丧尸和这个好像啊，该不会真的要末世了吧？帖子的点击率瞬间暴涨，直冲热搜。闺蜜忧心忡忡，小雨，你说的丧尸真的是真的吗？我点点头，想安慰她不要怕，一切有我，你最好是真的。现在转发超过500了，造谣我会被抓进去的啊！我的评论已经过千，少部分人开始恐慌，大部分人还在看热闹。我再次出手，又买一波水军，是不是新型流感啊？症状好像很猛啊，我得把口罩戴起来了，别传染家里老人小孩。之前发烧我没药硬扛的，这次高低买2盒退烧药备着，严重的话没准又封城了。我打算买点菜囤着，有备无患。相较于激烈的丧尸言论，关于流感的猜测足够调和折中，迅速得到了认可。就连闺蜜的小区群也开始热闹地讨论起来。楼长表示马上联系农贸市场，明天一早就送些肉菜蛋奶来，需要的在群表格里自行报名。我松了口气，已经尽人事了，剩下的听天命吧。闺蜜在群里疯狂填表接龙，明明家里囤了物资，但她看啥都馋。群里发澳洲肥牛卷，她接；发无菌流心蛋，她接；发肯德基、麦当当、宝宝侠，她还接。我困得要死，直接睡了。没想到凌晨被她摇醒，小雨，你也没睡吧？我睡眼惺忪，小雨意未寝。闺蜜满脸凝重。我忽然想到，要是有丧尸撞门，咱家门也不太牢靠啊。这一栋楼里有几百个人，万一出现几个丧尸，我早就想到了。前世楼道里天天有丧尸游荡，我们在家里发出一点声响，就有丧尸激动的哐哐撞门，铁门都要撞散架了。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我是不想再过了。但是没办法，时间太短，不够重新装修。闺蜜提议，要不我们搬到我家别墅里吧，那边是郊区，人少，丧尸就更少了，而且房子更大，能放更多东西，还有个大花园。我爸妈之前都种上菜了，咱们就算待上3-5年都没事。我越听眼睛越亮，恨不得马上收拾东西出发。闺蜜也越说越上头，说着还打开了远程监控，打算提前规划下房间的布置。因为之前养猫，别墅里到处安了摄像头，此时清晰地映出影像。靠，别墅里进人了！我凑过去一看，咬牙切齿，陆明轩。大晚上别墅里灯火通明，一大群工人忙得热火朝天，一拨人安装防爆玻璃和3层防盗门窗，一拨人抬着太阳能电池板，一拨人在搭建储水箱和净水器，一拨人在搬运大批物资。陆明轩在一旁吆五喝六，指手画脚，他怀里是浓妆艳抹的小三苏曼，两人搂搂抱抱，在别墅里逛了一圈，最后歪倒在豪华的大床上。苏曼伏在陆明轩的胸口上，娇滴滴说：“讨厌，你有这么大一间别墅，怎么没跟我说过呀？这些物资也要几百万了吧？原来你这么有钱啊！”陆明轩得意地笑起来，胸口微震，低调，省得被人惦记。苏曼眼珠一转：“你未婚妻知道吗？”陆明轩嗤笑：“他蠢的，他能知道什么？那你为什么娶她呀？她能给我们当保姆啊？没有沈清宇，谁给我们洗衣做饭、端屎倒尿？请保姆还得花钱，沈清宇能倒贴钱。你的蕾丝内衣，你的草莓味气球，你的豪华大套房，都是沈清宇的钱。刺激吗？”刺耳的录音传出来，闺蜜担忧地看了我一眼，我面色平静，无动于衷。她说的不假，前世我正是这样伺候他们的。当时陆明轩打电话哭穷，求我少收10万彩礼，实则为了赶在婚前凑够首付，偷偷买房，不用写我的名字。我是真蠢，压根没深想。听说我们有房了，我激动难耐，买了一堆菜上门，打算做一顿丰盛的晚饭来庆祝。没想到一开门，就看见陆明轩和苏曼衣衫不整，滚在一起，痛哭、争吵、厮打，昏天黑地。回过神时，外面已经丧尸围城，把我们3个困在这里，出不去了。我双拳难敌4手，被他们逼着洗衣做饭。新房里没有洗衣机，天寒地冻，我只能用手洗他们混着肮脏体液的内裤，洗得双手生疮。后来基础设施瘫痪，家里停水又停电，小便冲大便，他们逼我去收拾屎尿，又嫌我满身臭味，不许我进卧室睡觉。寒冬腊月，我在客厅打地铺，裹着外衣冻得瑟瑟发抖。我原以为那是极端灾难下才透露出的人心险恶，也许有些人原本就是恶魔。刺激啊！画面继续，苏曼娇笑一声，双手大胆地探向陆明轩的裤腰，咯咯一笑。还有更刺激的呢！陆明轩和苏曼转眼就脱得光溜溜的，迫不及待滚成一团，开始炮火连天的刺激战场。有人举报你们私闯民宅，我去。民警一来就撞上限制级画面，吓得后退了半步。啊！苏曼尖叫一声，手忙脚乱地拽过床单，遮住自己赤裸的身体。她美目瞪大，惊惶地看着门口涌入的一队民警，一群探头探脑的工人，脸色铁青的闺蜜和我，两眼一翻，
晕死过去。民警显然是见过大场面的，面不改色，镇定自若，继续说完下半句：“请和我们走一趟。”陆明轩的身子晃了一下，白花花的屁股撅着，定眼看人。他面色扭曲，艰难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走不了，卡住了，卡住了。”民警脑子停转，冷静的面具裂开了。工人大叔竖起大拇指：“我滴个娘嘞，城里人真会玩。”民警抖着声音磕磕巴巴地叫了救护车。渣男贱女裹着床单，从自行交叠着被抬进了急诊。转运床经过的一路上，路人眼睛都看直了。卧槽，大瓜，这是我半夜挂水应得的。现在的小年轻动不动就玩进医院，真要命。卧槽卧槽，还有警察跟着，好像是出轨捉奸，刺激啊！陆明轩和苏曼缩着头，用手捂住脸，闺蜜疯狂拍照，捏着手机噼里啪啦打字，将八卦无私地分享给每一个人。以后饭桌上算是有谈资了，这事儿我能唠一辈子。捉奸真好玩，下次还来。我微微一笑，整理出陆明轩的出轨账单和捉奸照片一并挂在了朋友圈，宣布分手。朋友圈轰动，仅10分钟，点赞和评论急速飙升。我和陆明轩是同学，又见过家长订过婚，因此共有特别多陆明轩的同学、同事、七大姑八大姨都刷到了这条朋友圈。我爸妈第一时间打电话问情况，几个朋友私聊安慰我。陆明轩爸妈气急败坏，让我赶紧删了。陆明轩的叔伯劝我家丑不可外扬，别闹到网上丢人现眼。陆明轩的兄弟也劝我，男人嘛，难免犯点错，没必要斤斤计较。我反手就截图发给他女朋友，没2分钟，他也被分手了。紧接着，班群、年级群、校友群、同行群、老乡群等等都出现了一个名为软饭渣男出轨实录的 PDF， 记录了陆明轩哭穷不给彩礼，反而偷拿未婚妻的钱养小三，私闯人家的别墅偷情，被当众捉奸下的痉挛，由警方亲自送医的种种牛逼事迹，措辞生动，内容详实，附上了报警的受案回执单、渣男小三的高清无码照片，甚至还有视频链接。我看了闺蜜一眼，她得意一笑，放心，不该漏的没漏，不算传播淫秽色情。当陆明轩和苏曼从急诊室出来，装模作样的穿好衣服时，却不知道他们已经被扒掉了几层皮，名声尽毁。警局里，苏曼一看到手机就疯了：“沈清宇，你这个贱人，谁让你发的？你凭什么到处乱发？”他嚎叫着冲过来，朝我扬起巴掌，我连忙闪身躲过。民警眼疾手快地拦住他，在警局还敢打人？苏曼被民警擒住，眼珠通红，狠狠瞪着我：“你这个毒妇，你不得好死！”我嘲讽道：“我死不死不好说，反正你们俩已经射死了。”陆明轩死死盯着手机，像要盯出个洞来。他平时极好面子，西装衬衫领带要我每日熨洗，皮鞋要我每日打油，每天上班还要吹头发抹发胶，不捯饬的人模狗样就不出门。但现在他光着身子，露着屁股，像发情公狗一样摇晃颤动的照片被传了个铺天盖地，上至55岁导师，下至15岁堂妹，都在津津有味的欣赏。还有位富婆发来充满暗示的语音：“哎呦，想不到你业务能力这么强，考不考虑接一点收费服务？对了，刚私刷你自带哦。”调笑的声音在警局大厅回荡。陆明轩脸色铁青，胸口起起伏伏，最后一口气没上来，直接晕了过去。民警只好过去把他唤醒，又是叫名字，又是掐人中，都不见成效。苏曼扑了上去，左右开弓，狂扇大嘴巴子：“老公，你说句话啊，老公！”陆明轩鼻青脸肿的醒过来，虚弱的抬手：“我醒了，我醒了，别扇了。”苏曼已经一瓶矿泉水泼他脸上，自己坐在地上干嚎：“呜呜呜，我可怎么办呢？我不做人了。”陆明轩抹了把脸，似乎冷静了不少，伸手捂住了苏曼的嘴，同他耳语了几句。苏曼的哭声蓦然止住，她抬起了脸，面对路人探究的目光，露出了轻蔑的笑容。我挑眉，饶有兴趣地看着。陆明轩狼狈地爬起来，走向我，咽了下口水：“小雨，事情不是你看到的那样，你让陈雪撤回报案，就说都是朋友，搞错了。”我反问：“哪里搞错了？”陆明轩左顾右盼，凑到我耳边，压低声音：“小雨，我跟你说实话，末世要来了，我做这些都是为了你。陈雪过2天就死了，她别墅不就是我们的？我只是提前过来装修，改造得更安全一点。之前转走你的钱是为了买物资，还不是给你用的。末世之后钱就是废纸，物资才是硬通货。我费尽心思，就是为了咱俩在末世也能好好活着，没想到让你误会了。现在时间紧迫，不能在警局耽搁了，你就听我的，赶紧撤诉，咱们赶快回去装修，不然就来不及了。”我不可思议地打量他，怪不得他和苏曼忽然镇定下来，原来在他眼里，我们这些人都是死人。知道了他的污糟事，无所谓，都末世了，民生又不能当饭吃，活到最后的才是赢家。他以为世界末日，秩序崩坏，
违法乱纪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所以尽情狂欢，肆意妄为。真好奇，如果末世没来，社会正常运转，他会是一副什么表情？我开始期待了。既然末世那么危险，你就留在这，老老实实拘留15天，有吃有喝有铁窗，丧尸来了也保证安全。他急了，还欲再说，我抬手止住，别说话了。其实前世被逼着刷马桶的时候，我用的是他和苏曼的筷子，真不想再面对他。陆明轩被民警推搡着押走时，还在回头喊话：沈清宇，我给过你机会了，你现在不帮我，以后吃不上饭也别来求我。我真佩服他，石岛临头还是这么自信。闺蜜拉着我往外走，刚走出警局大厅，嗷一嗓子，我和闺蜜被吓得连退3步。有丧尸，外面黑压压聚成一团，是找陆明轩讨薪的工人。结果突发异变，一个瘦高个突然暴起，死死按住另一个高壮大叔，对着脖子就啃下去。高壮大叔奋力反抗，小猴你干啥？你竟然对俺老头有这种心思！人群开始骚乱，警察听到我们的尖叫，立即冲了出来，两人架住瘦高个的肩颈，费了老大劲把他从高壮大叔身上拉开。瘦高个双眼血红，大张的口中流下咸水，一副失心疯的模样。他伸着脖子乱咬，四肢凌空乱挥，眼看就要挣脱警方的控制。闺蜜高呼爆头爆头！他挣脱的瞬间，警察从腰间解下电棍，一棍子下去，直接把瘦高个放倒，软趴趴滑到地上。闺蜜挠挠头，警察对我们笑笑，小姑娘吃鸡丸多了，大脑通过生物电控制身体，就没有一电棍解决不了的人。我盯着躺在地上喘粗气的高壮大叔，他被感染了，把他控制起来，快！警局又繁忙起来，我和闺蜜折腾了一天，困得眼皮子打架，回家倒头就睡。日上三竿，我悠悠醒来，拿了楼长团购的肯德基早餐，坐到电脑前，看到网页，我瞳孔一缩，热搜第1名，报！市政府发布了一条公告，近日滨江市发现不明原因的急性传染病，为了遏制病毒传播，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自10月17日10时起，滨江市开始实施风控管理。风控区域内，住宅小区实施封闭式管理，所有人员单人单间足不出户，所有企业实施封闭生产或居家办公，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承担防控任务，公共服务类企业保障水电、燃油、燃气、通讯、交通、环卫、粮油肉菜供应等的正常运转，暂停公交、地铁、轮渡、出租汽车、网约车运行，暂停机场、火车站等交通枢纽运营。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重于泰山，感谢广大市民群众的理解支持和配合。底下已经有上万的评论，卧槽，发生什么了？人事打电话让我不用上班了，我他妈还以为我被优化了。昨天刷到个帖子预告丧尸，该不会是真的吧？有可能我们数分课有人突然发疯，见一个啃一个，合理怀疑是丧尸。别瞎说，学术分哪有不疯的？那是丧尸吗？市医院也有，我还以为是精神病人逃出来了。卧槽，我刚看了那个末世预警贴，预警的丧尸爆发地都对上了。封城会不会和这个帖子有关啊？病毒刚爆发，没道理封得这么快啊。那门店今天就要关门吗？别的地方也这样吗？病毒传播的进展和前世一样，不一样的是，全体市民已经在政府的安排下，分时段、分批次返回家中，单人单间，居家隔离，尽最大可能避开地铁站的那次大规模丧尸爆发。末世的源头将被扼杀在摇篮里。我刚放松了1秒，就刷到一条：家人们注意防范，我刚从地铁站逃出来，吓死我了！地铁站。我立即点开视频，地铁站里，一男子身穿风衣，面戴口罩，被人流推动着，僵硬地向前走了几步，忽然抽搐几下，倒在地上。旁边的女乘客立即蹲下查看，没想到风衣男突然诈尸，张牙舞爪地扑向女乘客，女乘客惊恐地跌倒在地上，风衣男按着她凶狠地啃上去。我的心骤然提起，只见风衣男的口罩牢牢嵌在脸上，将他的啃咬阻隔住了，只阻挡了这么一下。女乘客当即回过神，大力挣扎起来，路人也反应过来，七手八脚控制住了男子，化解了这场灾难。我松了口气，这次地铁站没有爆发。命运的轨迹与前世逐渐偏离。我手机震动起来，是爸妈的电话，我戴上耳机小声接起来。爸妈刚看了新闻，吓得说话都颠三倒四，一连声让我家里蹲好别出门，问我有没有饭吃。听说我在闺蜜家，物资充足，才放下心来。闺蜜下午才睡醒，迷迷糊糊洗漱完，坐到桌前，一边吃帕尼尼，一边玩手机。她显然也看到了封城的通知，手一抖，帕尼尼掉在桌上，飞机停飞了。我爸妈还在国外啊。闺蜜紧张的抬眼看我，小雨，国外有丧尸病毒吗？她应该隐约猜到我重生的事情了。我问，你爸妈现在在哪？闺蜜连忙说了个西周的小镇，我压根没听过，
前世也不曾留心过。我思索了一下，西周人少，就算有病毒，传播的也不快，让他们多准备点食物，少去外面逛，应该问题不大。闺蜜撂下早餐去打电话了，不过因为时差一直没人接，她费尽周折联系上了旅行社，要求终止旅行，全员在宾馆待命，并购买大量食品、药品、生活用品。这么奇葩的要求，旅行社自然不干，他们互相扯皮了很久，最后闺蜜退步，只要求父母退出，交的旅费就当打水漂。晚上闺蜜父母起床，高高兴兴准备出游的时候，就被告知他们已经退团了。哦哟，这是怎么一回事情哦？陈母打来视频电话，闺蜜跟到豆子一样，噼里啪啦把这2天的事讲完了。妈爸，你们买好吃的，包好车，然后就千万别出门了，最好劝劝孙奶奶、周姨他们一起留下，互相有个照应。陈母垮了脸，妈泳衣都买好了，就等你周姨在海边拍照呢。闺蜜急了，妈，陈父拍板，行了，拍照着什么急？海就在那，又不会跑，就听雪儿的，躲过这一阵，回国免税店给你娘俩买几个包。陈母笑逐颜开，又分别给孙奶奶和周姨发语音，讲了一番事情原委。周姨的声音从扬声器传出来，国内有丧尸，关我们什么事？真够大惊小怪的。得了，你们不去就不去吧，别耽误我们。孙奶奶追问了半天，犹豫再三，选择全家一起留下来。于是原本3家一起的旅行，只有周家上了路。陈家和孙家租了辆面包车，直奔小镇最大的超市，一路上说说笑笑的，气氛融洽，闺蜜总算放下心来。而此时时间即将来到晚上8点，前世丧尸大爆发的时间点，前世丧尸爆发的地铁站。此时一片漆黑，空无一人，大街上空空荡荡，几分萧瑟。而居民楼里灯火通明，家家户户亮起了灯，依照政府要求，单人单间分别隔离，即使有人发生异变，也能将危害控制到最低。时钟在滴答走着，我握着鼠标，手心冒出了汗。丧尸爆发能被阻止吗？末世能被改变吗？我不停地刷新页面，10分钟毫无动静，30分钟零星多了几个亲人发生异变的求助帖，网友让他们赶紧报警。1小时求助帖骤增，网友积极帮忙转发。2小时各种求救信息铺天盖地，有人开始整理各辖区的救助热线电话。3小时热线瘫痪封控，虽然有效防止了丧尸病毒的大规模传染，将丧尸遏制在每一户家庭里，但也极大地分散了警力，大部分人求助无门，只好在网上发帖。丧尸异变来得突然，人们措手不及，眼睁睁看着最熟悉的亲人变成模样狰狞的怪物。民间粗略统计了丧尸总数，那不是一个冰冷的数字，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生命，一个个崩溃破碎的家庭。李国强的妻子发布了一条视频，声泪俱下：我们房贷没还完，公婆没有退休金，我又没工作，全靠老公赚钱养家，我老公拼命加班，发烧都不敢请假看病，现在他倒下了，我们全家怎么活啊？类似的视频还有很多，有的老人操劳半生，刚开始享受退休生活，就变成了丧尸；有的学生刚高考完，脱离压抑的牢笼，满怀期望奔向理想的大学，却死在了这里；有的家里的顶梁柱轰然倒塌，有的恩爱夫妻天人永隔，有的捧在手心里的孩子变成怪物。网上一片点蜡，四面哭声，我看得很揪心。即使重活一次，我也没法救下所有人。我看着李国强妻子的孕肚，苍老但还算硬朗的公婆，至少这次他们活下来了，不是吗？我找出那个末世预警贴，再次买了推广。危难当前，逝者安息，活人要自救。丧尸唾液中含有病毒，可用电动车头盔、麻袋、厚塑料袋、强力胶带等包裹住丧尸的头部，避免被咬伤。丧尸智力退化，不会开门、攀爬、跳跃、下蹲，可单独锁进房间，或用较高重物分隔开，为救援争取时间。丧尸听力进化，应避免发出噪声引起丧尸狂躁。丧尸嗅觉进化，可通过熏蒸白醋、熏香、熬煮中药、喷洒花露水掩盖活人味道。我详细列举了丧尸的特点，网友恍然大悟，让我看看丧尸的真面目。比格，哎妈呀，这帖子的方法绝对有用，我男朋友就变异了。恰好当时他嘴里塞了个口球，还恰好被我用绳子和手铐铐在椅子上了，不然我是没命发帖了。这些方法可操作性很强啊，我马上试试，反正我老公也没了，再让他嚎叫下去我也要没了。网友们积极行动起来，很快取得了成效，感恩贴主，我现在花露水腌入味了，婆婆终于闭嘴了。我家臭小子啥都往嘴里塞，这次如愿以偿，我把灯泡塞他嘴里了。楼道里有丧尸，我把跑步机堵门口了，丧尸你就来吧，一来一个不吱声。我们小区广场舞大妈立大功，在楼上放歌，丧尸聚集起来被消防员一网打尽了。我儿子变成丧尸之后不写作业了，宝妈们有办法吗？律师，我想咨询一下，
我和老公在离婚冷静期，现在他变成丧尸了，我该怎么办？网上惊恐、慌乱、绝望的帖子渐渐少了，龙夏国人自强不息的面貌展现出来，更多人选择了自救，不去过多消耗警力。警方喘过气来，能够有条理地统计出各家各户的情况、危害等级，再依次进行救援，情况逐渐好转。陈父陈母在国外也过得很滋润，电话里笑呵呵的，这边肉好便宜啊，我们买了好多。孙奶奶炖了牛尾汤，香的哦。你们吃饭没呢？我和闺蜜在吃番茄肥牛，楼长团购的奶香肥牛卷，配上浓郁多汁的番茄，还有2听冰镇快乐水，别提多舒坦了。这哪像末世啊！楼里饭香四溢，小区群里其乐融融。9栋403，今天吃排骨和可乐鸡翅，图楼长团购的排骨真鲜大拇指7栋501，手里的方便面瞬间不香了7栋1202。闺蜜，我家有鸡蛋和火腿肠，要吗？7栋501 7栋501感谢富婆。7栋楼长，这次封城太突然了，要不是1202提前通知，我们都团购不到这么多东西，是得感谢人家9栋403，感谢富婆。4栋902，感谢富婆。7栋1202，闺蜜，我也是在网上看到的，你们感谢发末世预警贴的清风习习吧，龇牙笑，别的小区就没这么幸运了。别墅区的业主群，女人哭天抢地，我老公变异了，女儿吓得发高烧，附近药店没药，超市也空了，我可怎么办啊？有人质疑，不应该啊，别墅区没多少人，怎么附近超市全清空了？肯定有人在发国难财，坐地起价。曹，哪个瘪犊子干的？让老子知道，笑不死他。我打听到了，物业说前2天有大批货车进来，到 A 单元102的闺蜜家，我心里咯噔一声，我去找她，坐地起价我也认了，要是我女儿死了，我也不想活了。女人说完就没再发消息，估摸是朝闺蜜家来了。闺蜜手忙脚乱打开监控，打算找要放在哪，一打开人就傻了，怎么陆明轩又在啊？闺蜜再次报警，没想到听筒里一阵忙音，监控里苏曼头发凌乱，你说的好方法就是趁乱逃出拘留所，这他妈是越狱，我真是眼瞎了才看上你。陆明轩毫不在意，越狱怎么了？末世讲什么道德法律？你看不上就走啊，外面都是丧尸，我看你能走到哪去？忘了说，附近的超市药店都被我买空了，到时候吃不上饭，可别来求我。苏曼犹豫起来，门铃响了2声，柔弱的女声问 A102 有人吗？退烧药有吗？陆明轩抬起下巴，看吧。他打开门，一派文质彬彬的模样，温和问道，什么事？女人见他模样斯文，便壮起胆子，你有退烧药吗？我女儿发烧40度，再不吃药就烧傻了。我也不多要，1板就够了，多少钱都行。陆明轩温和的笑笑，钱呢？我不缺，现在什么世道你也知道，钱就是废纸，药可是比黄金还值钱，你得用其他东西交换。对了，你女儿多大了？长什么样子？地女人一下子懵住了，你要黄金？我家里有金条，能救我女儿的命就行，我就她一个指望了。你看我女儿长得漂亮，学习也好，卯着劲想考重点高中呢，刚才都烧得说胡话了。我这当妈的看着心里难受死了。陆明轩看着他手机里的一张张照片，这么漂亮，要是烧傻了就可惜了。女人眼里燃起希望，陆明轩嘴角一点点咧开，你把你女儿带过来，以后母女一起，互相有个照应。他眯起眼睛，你虽然岁数大了点，好在保养的不错，身材也挺好。被他的猪手摸到胸口时，女人才反应过来他的意思，瞬间瞪圆了眼睛，抬手就是啪的一巴掌，怒骂道，你要不要脸啊？陆明轩脸上迅速浮起一个红印，性格还挺泼。你想好了，你们母女就算侥幸找到药，没有吃的也活不了几天，附近的粮食早被我买光了，你们要是跟了我，还能吃香喝辣，要是不从，曹突的一声怒喝，一个光头壮汉冲了上来，一把揪住陆明轩的衣领，就是你个瘪犊子买的啊，还敢调戏妇女，把你能的！壮汉探头往屋里瞅了瞅，啐了一口，你家也没有110张嘴啊，买那老些东西，哄抬物价违法，知道不？这样，你把多出来的粮食和药拿出来，我们按市价3倍购买，你没白忙活，小区里老人小孩也有个着落，要是报警，不但没收财产，还得蹲上3、5年，你自己掂量吧。壮汉抖了抖胸肌，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苏曼吓得叫了一声，忙扯陆明轩袖子，你快给他吧，反正买了挺多，他这一拳下去，咱俩下周就头七。陆明轩瞪着壮汉，上下打量一番，竟然点了头，抬脚往屋内走去。女人松了口气，眼圈红红的，壮汉连忙安慰起他来。见陆明轩拿了东西回来，壮汉便掏了手机准备转账，没想到一时不察，陆明轩猛地挥刀刺向壮汉，壮汉肚子上豁开一个口子，血流如注，身子摇摇欲坠。女人尖叫一声，慌忙去扶他。陆明轩噗的一声拔出刀来，又使劲捅了过去。苏曼死死拉住他，崩溃大叫：疯了，你要杀人吗？
陆明轩被他拉了个踉跄，指着他鼻子大骂：“贱人，你到底帮谁？”场面十分混乱，壮汉捂着肚子艰难爬起来，拉起女人就往外跑。他上气不接下气：“带上你姑娘去医院，应急就医，能放行。”两人互相搀扶着离开了监控范围。我和闺蜜紧紧盯着手机监控，弹窗突然出现一条爆炸性新闻：全国各地惊现丧尸，全国陷入恐慌。领导小组搭乘专机抵达滨江市调研了一天，傍晚发布了通知，全国封控，街道上空无一人，楼房中门窗紧闭，人人自危。外媒激情报道，疯狂对龙夏国进行各种冷嘲热讽的言论输出，外网上一片幸灾乐祸的狂潮，都在看着这里的笑话。狂妄的言论层出不穷，龙夏国的无辜民众不仅要对抗丧尸，还要被恶毒的言论轮番攻击，他们只顾着狂欢，丝毫不想有一天这火也会烧到他们身上。对此，龙夏人表示强烈谴责，点名批评了文章作者，作者却继续叫嚣：“你们无权管我，花时间对抗丧尸去吧。”龙夏国人义愤填膺，自发去网站请愿，要求删掉这些文章。还有一些现眼包，比如周怡在朋友圈晒了海滩度假照，多亏老公带我到西周旅游，看看这海滩，真是岁月静好哟。不过大部分的人根本无心留意网上的纷争，光是对抗丧尸已经筋疲力尽。好在龙夏国风控有条不紊地进行，新增患病人数度过了峰值，开始逐步下降，人们习惯了风控的生活，每天照常办公、学习，还有空悠闲地做饭、健身、聊天、看电影。而此时，丧尸病毒忽然在国外大面积爆发，外媒又开始狂轰滥炸，他们制造的丧尸病毒将席卷全球。黄色警告，灾祸到来，他们必须对此次灾难负责，赔偿我们的经济损失。有人提议，我们也参考他们的抗丧尸经验，进行风控管理。领头人极力反对，没有人比我更懂丧尸，在我们先进的医疗下，丧尸病毒并不严重，我们要与丧尸共存。于是国外上亿人变成了自由的丧尸，他们的社交媒体上对龙夏国冷嘲热讽、幸灾乐祸的发言逐渐被淹没，充斥着混乱的各种视频喷涌而出。当新联邦政府发现事情不对劲时，已经无力回天，数千万人痛失亲人，冲进总统的账号疯狂辱骂，肆意发泄他们的焦躁、恐慌、绝望。而总统灰溜溜注销了账号，销声匿迹。短短1个月，病毒以恐怖的速度肆虐开来，狰狞恐怖的丧尸遍布大街小巷，游走在商场、学校、图书馆、政府部门，不论男女老少、肤色国籍，纷纷拿起了枪支、榴弹、电锯、菜刀，用武器捍卫自己的生命。开枪1、2次会手抖，开枪几十次后，扣动扳机就像吃饭喝水般自然，到最后为了一块面包、一瓶矿泉水，也能毫不犹豫地开枪射杀。有多少人死在丧尸嘴下，又有多少人死在同胞的枪下，已经无法计算。而新联邦彻底沦为了失去秩序的国度。龙夏国网友心有余悸，幸好我们提前封控了，不然这就是下场。他们不了解丧尸的弱点，浪费了好多子弹，看得我急死了。龙夏国是有些国运的，每次国难当头就会天降猛男，救百姓于水火。之前的末世预警贴，还有国家雷厉风行决定封城，少说救了几亿龙夏国人吧，可能更多。我国的人口密度比国外高多了。之前跳脚怒骂龙夏国封控的网友默默删了所有发言。周怡的朋友圈更新了，他正对镜头，背后是仓皇逃窜的人群，有丧尸在追我，我跑不动了，大使馆能不能救救我啊？他被人群推搡着跌倒，然后视频中断，再没了消息。越来越多灾难片一样的短视频传到国内，不少龙夏国人的心提了起来。我女儿还在国外，她马上就能毕业回国了啊！我爸去国外谈生意了，一想到他连馊面包都吃不上，我手里的黄焖鸡也不香了。我们学校几十个老师去开国际会议，研究癌症靶向药有了突破性进展，但他们回不来了。据统计，海外龙夏人总数超过6000万，牵动着无数家庭的心。新联邦丧尸密密麻麻塞满了街道，个人的努力已经微乎其微，人们转头将全部的希望压在政府上。新联邦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最先进的武器，只要他们能出兵清扫丧尸，民众就能获得一丝喘息。人们忍饥挨饿，苟延残喘，眼巴巴等待着政府的救援，却等到了新联邦高层集体撤离的噩耗。海岸边，几十艘巨大的希望方舟搭乘了新联邦的政府要员、富商、学者、医生，种种精英抛下了苦苦等待的人民，逃离了满目疮痍的土地。新联邦人彻底绝望了，有人从摩天大楼一跃而下，有人将枪口对准自己，有人坦然赴死前与远在龙夏国的亲人进行最后的告别。视频电话里，他努力扯起笑容，亲人泪流满面。龙夏国政府突然发布了一条通知，所有海外龙夏人请迅速至当地大使馆避难，3日后龙夏国会派出专机
接国民回家。视频画面的双方都愣住了，先是不可置信，然后是激动和狂喜。闺蜜惊喜地蹦起来，立马联系了父母，爸妈，你们看到通知了吗？快开车去最近的大使馆。陈父陈母和孙奶奶家已经在偏僻的宾馆待到发霉，一收到消息立即行动了起来。在国外水深火热的龙夏国人，手机上都收到了大使馆的短信，他们眼里燃起了生存的希望，带上仅剩的弹药和口粮，小心翼翼地贴身放好护照，冒死来到危机四伏的街道上，跳上车子猛踩油门，横冲直撞，一路狂飙到大使馆。登机当天，所有人满怀激动，排队通过安检，警卫锐利的目光扫视每一个人，突然目光一凛，揪出一个浑水摸鱼的扶桑国人，没有龙夏国护照，禁止入内。扶桑国人立即开始道歉，拽着警卫的袖子苦苦哀求，他们国家丧尸受到污染发生变异，比普通丧尸还要可怕，有的身形膨大，有的行动奇快，有的躯壳坚硬，被变异丧尸围追堵截了几个月。扶桑国人早就撑不住了，他急得眼泪鼻涕齐下，求求你让我们进去，我们祖上是龙夏国人，我们有龙夏国人的血脉。警卫断然拒绝，资源有限，我们只能优先救助龙夏国同胞。扶桑国人脸色灰败，眼睁睁看着龙夏国人踏上飞机，脱离苦海。龙夏国飞机上，华语广播亲切的惹人落泪，乘务人员贴心的送上热水和热腾腾的饺子。起飞前，陈母激动地打来电话，我们马上就回去了，别担心啊，也许龙夏国护照还不能带你去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但当战争和灾难来临时，它能从任何一个地方接你回家。归国人员经过了漫长的隔离后，迫不及待返回了家中。闺蜜哭嚎着扑进陈父陈母的怀里，一家人热泪盈眶。我们其乐融融地吃了顿火锅，饭后瘫在沙发上，各自玩起心爱的手机。闺蜜忽然弹坐起来，对了，妈爸，你们不在的时候，咱家别墅进人了。她绘声绘色，手舞足蹈，兴奋地讲起了陆明轩的牛逼事迹。陈母吓了一跳，你们两个小姑娘家家的，怎么敢半夜跑去对峙的哦，报过警了呀，还蛮有勇有谋的咧。小雨前男友真不是个东西，跑到我们家出轨来了。哦哟，怎么不去故宫？真够丢人现眼的。你那个 PDF 发我，我观摩观摩。陈母的心情七上八下，陈父脸都黑了。那男的现在还在别墅吗？在的吧。闺蜜随意打开监控，我那么大一个监控呢？我把目光从手机里拔出来，坏消息，监控没了。好消息，视频哪儿都是。陆明轩的视频已经在网上传疯了，应该是壮汉偷录的，视角就像他头顶长了个摄像头。一开始远远的，陆明轩和女人讨价还价的声音挺清晰，后来陆明轩色眯眯的捏了把女人的胸，壮汉卧槽一声冲了上去，两人争执起来，最后陆明轩一刀捅进来，镜头向下露出鲜血淋漓的肚子。这第一人称视角像 VR 一样，太有代入感了，我的肚子都开始幻痛了。这起恶性伤人事件引来了很多人关注，长得人模狗样的，拿刀捅人连眉头都不皱一下，反社会人格吧？一个人扫荡了好几个超市，也太自私了，不给别人留活路。他还想母女3P，还恋童，真是癞蛤蟆日青蛙，长得丑完的花。转发的人太多，很快有人认出了陆明轩，好眼熟，是不是这个人？被捉奸拔不出来，人叠人抬进医院，我当时都惊呆了。查看图片，就是他，我在群里见过，100多页 PDF 贼刺激，谁要撕？出轨、捉奸高清视频，看我主页，不雅视频满天飞，苏曼也被牵连出来，两人彻底名声扫地。有网友吃瓜吃到自己头上，卧槽，这是我同学，前几天还说要结婚买房，跟我借了5万，合着是骗我的，这不我大侄子吗？在家族群拉投资，说可以返利，我投了10来万呢。事情愈演愈烈，陆明轩一个普通人身上竟然聚齐了暴力、情色、伦理、诈骗等等吸引眼球的要素，居家抠脚的网友顿时来了兴致，看得津津有味。不少 UP 主蹭热度做了视频，有人捋清楚了陆明轩事件的前因后果，有人用陆明轩的视频鬼出恶搞，有人扒出了陆明轩的信息。一时间，陆明轩成为龙夏国顶流，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陆明轩的熟人纷纷跳出来，他们无一例外都被陆明轩以各种理由借了钱。看到陆明轩小人得志的嘴脸，听到他得意洋洋地说钱都是废纸，再傻也反应过来，这小子压根没想还钱。他们顿时慌了。陆明轩的叔伯不说家丑不可外扬了，哭天抢地让他还钱。陆明轩的兄弟不说男人难免犯错了，在朋友圈指天骂地，说不还钱就是违法，要去法院告他。为了讨债，他们还一股脑去联系陆明轩的公司，公司不堪其扰，解除了与陆明轩的雇佣关系。网上闹得轰轰烈烈，警方迅速发布了一条警情通告。原来壮汉和女人早就报警了，警局原本没空，
但发现嫌疑人十分眼熟，竟然是从拘留所越狱的。警察顿时麻了，立即出警抓人，还带走了凶器和摄像头等证物，人证物证俱全，很快结案。庭审在网上直播，陆明轩涉嫌故意伤害、非法持有管制刀具、非法集资、私闯民宅、猥亵妇女、袭警、脱逃等数罪，涉案金额高达数百万元，以借钱、投资、返利等名义吸纳的资产返还亲戚同学，私闯、破坏民宅，赔偿陈家76万元，盗刷银行卡返还赔偿我4万9千元，数罪并罚，被判了10年。他父母听到判决，气得当场中风。老两口以为陆明轩要结婚买房，掏空了一辈子的积蓄凑首付，没想到转手全都赔给了我们，一个子都没剩下。老头气得嘴歪眼斜，昏倒在座位上。老太太当庭大哭大闹，陆明轩双眼通红，喃喃自语：怎么会这样？末世怎么会没来呢？有什么和上辈子不一样了？小雨，沈清雨，是你！法官，我要告沈清雨，他有问题。网上掀起了轩然大波，清风习习的末世预警贴本来就招致了不少热议，合理怀疑政府决定封城就是因为这个预警。这个帖子恨不得把丧尸弱点嚼碎了喂你嘴里，要是没有他，龙夏国要多走多少弯路啊？有一说一，这个贴少说救了几亿人吧。随着呼声渐高，反对的声音也起来了。政府决策正确和一个破帖子有什么关系？帖子里的方法不是很普通吗？动动小脚趾头都能想到了，值得你们这么吹捧？该不会就是清风习习研制的病毒吧？不然怎么会了解得这么清楚？没准是警方的人用内部消息给自己引流，想当网红想疯了。事情本来就扑朔迷离，更致命的是我的信息被人扒了出来，陆明轩的未婚妻，这下简直是点燃了火星子，各种言论都出来了，甚至有人说我们是从未来穿越的。不然他为什么言之凿凿发帖？不然他为什么掏空家财买物资？合理，太合理了，这一切都串起来了。大师，我悟了。然而事情向着我没想到的方向发展，许多人私信辱骂我，既然你知道未来，为什么不早一天让政府封城？我儿子在第3中学那次丧尸爆发里死了，都怪你。你明明知道国外也有丧尸，为什么不让政府早点接人？我爸走投无路吞枪自杀了，就差一天。丧尸病毒就是一次人类清除计划，你上报国家干什么？如果顺利，全球至少要死90%的人，到时候遍地是资源，首都的房子我想买多少买多少，这么好的机会全被你毁了。没见识的女人，恶毒的言论一窝蜂袭来，我的信息被泄露，手机被打爆，私信被塞满，甚至有人人肉出了我的公司和住址，给我寄各种可怕的快递，蟑螂、老鼠、死猫、丧尸的头，蠕动着的青灰色头颅，张着血盆大口咬向我的手，我吓得不行，再也不敢拿东西，不敢出门，整日缩在闺蜜家里。没想到竟然有人丧心病狂，在门外泼洒油漆，小区的人震怒了，自发前来帮我们清洗，还加强了安保，扣下所有不明快递，将可疑人员拦在小区外。他们说咱们小区能安安稳稳，都靠你发的帖子，你已经帮过我们了，这次轮到我们帮你。闺蜜一家都在我身边鼓励我，我爸妈也专程从老家飞过来陪我。许多网友听到我的遭遇，纷纷在私信里安慰我，我感受到全世界最温暖的善意。有一天，警方敲开了门，警服笔挺的严肃大叔敬了个军礼。沈清宇同志，经过严密的调查，你履历清白，爱国敬业，在本次国际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做出重大贡献，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龙夏国不会辜负任何一位英雄，组织决定授予您国家勋章，邀您赴首都参加颁授仪式。与此同时，官方账号发布了这一消息，一旦激起千层浪，很多网友看到公告只有一句话啊，网上的质疑太多，官方不得不站出来，公开了我的2次报警记录，并直言不讳。沈清宇同志提供的线索，直接促成了政府风控管理的决策，间接拯救了龙夏国数亿的生命，他的贡献难以估量。向来低调的宣传部也发了声，展示了龙夏科技大学计算机研究所建立的丧尸病毒传播模型，根据龙夏国平日各路段、场所人流量、病毒潜伏期人数以及病毒传染率进行了计算和推演。如果没有风控，丧尸病毒会在1天内覆盖滨江市，3天内蔓延全国，全国至少有3亿人口感染并死亡。考虑普通家庭的粮药储备情况，这个死亡数量将翻倍。沈清宇同志的勇敢谏言，国家的正确决断，无数基层人员的艰苦付出，让这场重大灾难消弭于无形，让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保障。预测的视频里，代表正常人的白点密密麻麻挤在地铁、学校、公司；代表病毒的红点高歌猛进，迅速侵占了各个交通要塞、密集场所，从地铁站蔓延到全市，扩散到全国，地图上一片血红。随后，视频切换到实际情况，白点均匀分布在居民楼里，
病毒的红点出现后，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增殖了一会儿，然后数量断崖式下跌，被消灭得干干净净。地图上一片洁白。接下来的画面是基层人员在整理、分拣、配送物资，是警方全副武装从瑟瑟发抖的居民家里带走丧尸，是医护人员累倒在地，终于救下一个刚感染的患者，是上百架飞机接连起飞，从国外带回受苦的同胞。网友大为震撼，牛逼！病毒爆发正好是晚高峰，地铁门一开，出来的全是丧尸，我直接就死，不被咬死也会饿死。谁家粮食够吃3个月啊？全世界那么多国家，只有龙夏国成功抗击了丧尸。呜呜，龙夏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原来除了末世预警贴，沈清宇还做了这么多。他真的，我哭死没必要这么吹吧？谁知道这么重要的信息不上报国家啊？你敢赌国家信不信你？造谣要拘留10天，人家沈清宇冒了很大风险的好吧？那个陆明轩不就没上报国家吗？甚至没告诉周围人，反而借了一圈钱，囤了一堆物资，不给别人用，导致一整个小区断粮断药，差点害死人。卧槽，真缺德！和沈清宇高下立判。听说沈清宇还被人泼油漆了，这都什么白眼狼啊！心寒，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警方就没什么说法吗？当然有，警方通告对沈清宇同志进行侮辱、诽谤、寻衅滋事者，判处拘留15天，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很多人立即怂了，连夜删帖消耗，我的私信里不堪入目的言论消失不见，塞满了网友的感激和祝福。几天后，监狱里，陆明轩两腿被打残，裹着厚厚的石膏，脸被揍得青一块紫一块，寸头也被撩得露出头皮，眼皮耷拉着，麻木地看着新闻联播，忽然吃惊地瞪大双眼。电视上，金色大厅里，在雄壮激昂的向祖国致敬乐曲声中，在一片鲜花与掌声中，我庄严肃立，从元首手中接过了龙夏国的最高荣誉——国家勋章。元首说，今天受表彰的国家勋章获得者是千千万万做出贡献的杰出人士的代表，他的身上生动体现了民族精神，他的事迹和贡献将永远写在国家史册上。但我知道，我只是做了一个普通公民应该做的事，危难当前，携手共进，得到荣誉的应该是全体龙夏国人。3个月后，全国复产复工，医护人员前往周边各国展开人道主义救援。6个月后，龙夏国研发出了预防丧尸病毒的疫苗，并投入临床使用，军人们第一批接种，随后前往丧尸最密集的国家展开清扫。昔日繁华的都市，经过几轮无差别轰炸后，成为了一堆废墟。他们在这里发现了骇人听闻的真相，这里的生物实验室残留着许多病毒的母本，这正是丧尸病毒的起源。而他们的药源悠闲地登陆了海上群岛，抢占了当地人的资源，重新出现在网络上。药源们开始了拉锯战，众口一词，矛头直指他们，要求他们必须对此次危机做出赔偿。此次危机后，全球人口据不完全统计，大约减少了1/2，某些国家消失了，英语变成了小语种，世界格局重新洗牌，各行各业经历了巨大的变动，阶级壁垒隐隐被打破，大量龙夏国人飞往世界各地，支援各国的医疗救助、灾后重建、心理疏导。华语成了世界第1通用语言，龙夏国人的护照可以畅通无阻地抵达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龙夏国人见过了更多更广袤的天地，多彩的人群，不再屈身于京滨深的狭小出租屋，奔向了更广阔的世界。广阔天地，大有可为。除了陆明轩和苏曼，当初苏曼的艳照传得沸沸扬扬，他本以为末世要来了，这些人没几天好活了，说不定还会跪在他脚下，求他赏一口吃的。到时候他要亲自戳爆他们的眼球，叫他们长了眼睛乱看。可他妈，末世没来啊！他出去上班，公司里都是异样的眼光，同事在背后交头接耳，嘀嘀咕咕。他去茶水间接水，竟然有咸猪手凑过来，捏一把胸，摸一把屁股，甚至有一次差点被拉进洗手间强暴。他受不了了，辞职躲在家里哭。父母骂他是荡妇、丧门星，同学表面安慰他，实际上是想从他嘴里套话，回头当作谈资。他大哭，抑郁，闹自杀。幸运的是，他遇到了一个善良的男人，在他黑暗的世界里，他像一束温暖的阳光照射进来，他包容他的过错，开解他的心结，对他嘘寒问暖，无微不至。他是拯救他的英雄。当他提出见面的邀请时，苏曼迫不及待地同意了，娇羞地幻想着和他热恋、结婚，度过平淡幸福的余生。没想到，他被这个男人下了迷药，迈进了洗脚城。他被折磨得不成人形，而这一切在多年后，警方捣毁这个卖淫窝点后，才为人所知。他被解救时刚满30岁，却满面风霜，遍体鳞伤，父母也苍老了，佝偻着腰去派出所接他。两相对望，
久久不言。后来他不再抛头露面，在家做一些手工，在网上售卖了此余生。再说陆明轩，当初陆明轩撸遍了大大小小的借贷平台，警方顺藤摸瓜，端掉了好几个窝点，黑道大哥纷纷落网。在监狱里和罪魁祸首狭路相逢，顿时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合起伙来把陆明轩打得哭爹喊娘，隔三差五就修理一顿。还有好些人瞧不上陆明轩猥亵妇女、恋童，时不时拿他泄火。狱警也看他不顺眼，对这些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陆明轩的监狱生活苦不堪言，好不容易熬到出狱，却发现他妈早几年就死了。他爸中风偏瘫，欠了一屁股医药费，躺在床上哼哼着等他伺候。他想借点钱生活，但亲戚朋友都被他背刺过，对他避如蛇蝎，甚至当初欠的钱还没还上，有不少亲戚来找他讨债。他想出去工作，但全国上下哪个不认识他？这种犯罪被刺的人渣，谁敢用他？他只能干一些脏活累活，勉强养家。我已经淡忘他了。我用国家给的奖金买下了闺蜜隔壁的别墅，后院连通，我们种了桃子、西瓜、草莓，还搭了葡萄架，坐在下面乘凉。院子外路过一个男人，黝黑、干瘦、驼背，拖着一个巨大的脏麻袋，小心翼翼问我们有没有空瓶子。闺蜜起身去拿，可她看见我的脸时，目光躲闪起来，然后拖着脚急惶惶地离开了。闺蜜拿着空可乐瓶回来，却不见人，摸不着头脑。我笑笑，可能是故人吧。